虽然我今年不过35岁，但却已经是肺癌晚期患者。一开始以为只是小感冒，所以去了社区的小诊所。听到病状诡异的判断后，转往大医院就诊，不过也只是8个月前的事。为了一丝一毫的希望，不管多大的痛苦我都甘愿承受。但是肿瘤发展的太快了，希望变得越来越小。现在我能做的就只剩下保持平和的心情、舒适的休养，与高剂量的止痛药一起等待着我的死亡。但是从刚才开始就站在我旁边的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幻觉吗？但是这股冰冷的触感却是如此的真实。奇怪的是，看着这东西的诡异模样，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慌张或者害怕。我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回答道：“他是天使或者恶魔，这两者其一，就看我如何选择了。”选择？我不明白。他接着说：“别浪费时间了，说吧，愿望。”愿望？第一次见面，不知姓名又没打招呼，上来就问我愿望。我正在思考的过程中，他自顾自地说道：“其实不用想就知道你会说什么。”是啊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不管是谁都会这么说。但我没有回答，反而问他：“愿望的代价是什么？”享受，他回答道。享受？完全没有说服力，让人难以理解。但是我眼前的这个东西，不也是同样让人难以理解吗？所以我回答道：“请救救我。”你想让我怎么救你？去除癌细胞，还是回到成为老烟枪之前的日子？回到过去？如果真的回到过去，记忆会消失吗？这也是你的选择。所以你想怎么做？每个人都想过这种场景，回到过去，再次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，还可以利用现在的智慧与经验，活得比现在更有意义。如果真的能做到，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天使。想到这里，我回应道：“我想要不消除记忆，回到大约7岁的时候，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便如你所愿。”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忽然听到我妈妈叫我起床的声音。当我睁开双眼时，我发现我真的回到了7岁。你见过一群大人如孩童般在玩捉迷藏吗？你见过一群小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政策，一本正经地与其他小孩谈论股票形势吗？没有吧，不可能见过的吧。原因就是人类是一种要做符合自己年纪的行为才能活下去的动物。我没有考虑到以成年人的心灵回到小孩子的身体里，这种荒谬至极的恶心状况。当然一开始我对能回到过去这件事情感到特别兴奋，对于全新的人生和未来充满了期待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事实上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美好回忆的记忆，不过是冗长无聊的人生中轻轻掠过的一些美好瞬间，而我们将其包裹在了被美化过的过度夸张的包装纸内。木头人、捉迷藏、红绿灯，小时候和邻居小孩们能够从日出玩到日落都不嫌腻的游戏，对现在的我来说无法带来半点喜悦。对于成年人而言，所谓有趣的事情太多了，烟酒、异性、金钱。20世纪的世界对于经历过21世纪的我而言毫无有趣之处。电视中的节目少得可怜，电脑、手机、WiFi、游戏主机、好莱坞大片什么都没有。这种沉闷无聊的生活缓慢地前进着，但是我忍住了。为了那灿烂的未来，我会安静地忍下来，因为草率的行动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测的蝴蝶效应。所以只要等到我成年的那一瞬间，一次性买下未来会大涨的股票之后，我就会变成亿万富翁。到时候我这一辈子就都能过上好日子了，所以我要忍下来。我快要崩溃了。我这个实际年龄38的大叔还要每天上小学课程，每天都要假装不会，假装不懂。我所忍受的这3年就如同10年一样漫长，而距离真正成年还有8年。课程结束后，来我办公室聊聊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对我上课的态度，老师整整训了我1个小时。但是这个年纪比我还小的家伙在说什么，我一句都没有听进耳朵里。我的脑海里只有那个东西，一根，我发誓，就1根。在老师低头捡东西的那一瞬间，我动手了。1根，真的就这么1根。好晕，长时间未接触尼古丁，加上对于自己所做之事的后悔感，都令我无比晕眩。但是突然我明白了，像我这种人，无论给我的人生多少次机会，我都不会改变。就算真的回到了过去，就算真的给我新的机会，
名为我的人类也绝对不会改变。只要再忍8年就能成为富翁，我连3年都撑不过去，怎么可能撑过8年？如果我有这个毅力，之前的我也不会落到那步田地。就算真的一夜暴富，也只会过得比以前更加放荡，也只会死得更加难看。太后悔了，早知道就拒绝那个恶魔的提议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再次遇到了他，他问我，享受新的人生吗？我愤怒地骂道，专挑人无法抗拒的时候下手，在耳边用好听的话引诱后，看着他悲惨的崩溃。这就是你所说的作为代价的享受是吧？他却说，我只不过听从了你的愿望，你真正要责怪的不应该是你自己吗？我无法反驳，因为他说的没有错。我问他，能否将这一切都取消，回到原点？他问我，记忆呢？要消除吗？消除吧，让我忘掉我不过是这种货色的事实，让我能够自然地迎接死亡。他回答道，最后再说一次，好好选吧，一个小小的选择可能会形成巨大的后果。就这样吧，就让一切回到原点吧，那如你所愿。虽然我今年不过35岁，但却已经是肺癌晚期患者，好不容易熬过了如同地狱般的抗癌治疗，我现在能做的就只剩下保持平和的心情、舒适的休养和高剂量的止痛药一起，等待着我的死亡。但是从刚才开始就站在我旁边的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说吧，你有什么愿望？